人类是怎么计算出地球质量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一个物体的质量，只需要用天平来称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想知道地球的质量，这样的方法可行不通。毕竟我们没有办法把地球也放在天平上来进行称量。所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地球质量约为60万亿吨，其实是计算出来的。那么人类是怎么计算出地球质量的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计算一个物体的质量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测量出该物体的体积和密度。但对于地球来讲，这种方法同样也行不通。因为虽然我们可以测量出地球的半径，进而计算出地球的体积，但是地球的密度我们却没有办法测量。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地球的引力这方面来入手。根据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的公式可以表述为 F 等于 G 乘以 m1 乘以 m2 除以 r 方，其中 G 代表引力常量， m1 和 m2 分别代表两个物体的质量， r 则代表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特定质量，也就是 m1 的物体，并测量出它在地球表面受到的地球引力，也就是 F 的大小。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知道引力常量，也就是 G 和这个物体与地球质心之间的距离，也就是 r， 就可以计算出地球的质量了，也就是 m2。 地球表面的物体与地球质心的距离其实就相当于地球半径。需要知道的是，在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虽然地球半径已经被测量出来了，但是人们却不清楚引力常量具体是多少。所以想要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地球质量，就必须要先确定引力常量的具体数值。怎么确定呢？有办法。牛顿告诉我们，所有具有质量的物体之间都存在着引力。所以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找两个质量已知的物体，然后在特定距离上测量出它们之间的引力大小，然后就可以根据上述的公式计算出引力常量。这个办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引力其实是非常微弱的。举个例子，我们只需要一块磁铁就可以把一枚铁质的回形针吸离地面，这就说明了对于这枚回形针来讲，整个地球对它产生的引力还不如一块小小的磁铁对它产生的电磁力。正是因为如此，在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测算出引力常量的具体数值，而地球的质量是多少这个问题也因此成为了难以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到了18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扭秤测力方法。该方法可以简单的描述为将一根细长的刚性杆用一根细丝悬挂起来。为方便描述，我们可以将这个刚性杆称为扭杆，将细丝称为扭丝。在这种情况下，当扭杆的一头受到水平方向的力时，就会出现偏转，扭丝也会随之摆动。通过测量它的扭动程度，就可以计算出扭杆所受到的力有多大。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就可以测量出一些原本无法测量出的细小的力。于是，一位名为亨利·卡文迪许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以此来测算引力常量的具体数值。他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将两个质量相同的小铁球放置在扭杆两端，接着用另外两个质量相同的大铁球在相同的距离上同时吸引扭秤两端的小铁球。如此一来，在铁球之间的引力作用下，扭秤就会出现偏转，进而使扭丝发生扭动。通过测量它的扭动程度，就可以计算出铁球之间的引力大小。但卡文迪许最初的实验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铁球之间的引力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扭丝所发生的扭动微乎其微，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测量。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在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之后，他想到了一种精妙的方法，那就是利用镜子。相信大家小时候都玩过这样一种游戏，
手上拿一面镜子，然后在阳光下通过调整镜子的角度，就可以把一部分阳光反射到墙上，进而使墙上出现一块光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晃动手上的镜子，墙上的光斑就可以大幅度的移动。根据这种原理，卡文迪许对扭秤进行了改良。他将一面特制的平面镜安在了纽丝上，并用一束光线照射在镜子上，然后通过调整镜子的角度，使镜子反射出的光线落在一个刻度尺上。如此一来，纽丝的扭动程度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放大。可以说，一点点轻微的扭动，刻度尺上的光斑都能够出现可进行有效测量的变化。后续的实验表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由于测量过程是极为精密的，需要排除很多外部因素的干扰，例如空气的流动、声波的振动、温度的变化等等。因此，卡文迪许的实验进行了好几年的时间，直到1798年，他才测算出引力常数的具体数值，约为 6.754 乘以10的负11次方，并据此计算出地球的质量约为 5.965 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大概就是60万亿亿吨。值得一提的是，卡文迪许在200多年前计算出的地球质量与目前的公认值 5.972 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非常的接近。正因为如此，他也被称为第一个计算出地球质量的人类，而他改良后的扭秤也被称为卡文迪许扭秤，至今仍被用于很多精密的实验之中。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远没那么简单。若人类消失100万年后，外星人来到地球，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假如飞船以1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能飞出宇宙吗？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人类到底来自何处？让人类汗颜的高级宇宙文明，它们到底在哪里？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 70%，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来吧，关注本频道，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